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。今天我们聊的这家公司，它曾经差点被200亿美元买走，结果没成，然后自己跑去上市，发行价33美元，上市第二天最高冲到142.92美元，暴涨超333%，然后从高点跌去了超过86%。这听起来像个散户收割机的故事，但我今天想说的恰恰相反。Figma 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发展到最有意思的地方。2022年9月 ，Adobe 宣布以200亿美元收购 Figma。注意，这不是市值200亿，这是收购价。当时 Figma 年收入大概4亿美元出头。换句话说 ，Adobe 愿意用50倍的年收入去买这家公司。这个倍数放在任何行业都是离谱的。你去买一家饭馆，这家饭馆一年赚100万，你愿意给他5亿？显然不会。Adobe 愿意是因为他怕了。怕什么？怕 Figma 把他的核心业务设计软件这块整个吃掉。Adobe 那时候的主力产品是 Photoshop、Illustrator， 这些产品用了几十年，是装在每个人电脑桌面上的本地软件。Figma 在做的事情是把设计这件事搬到浏览器里，让一个团队里的设计师、产品经理、工程师可以同时打开同一个文件，实时协作。这个逻辑就像以前写文档，大家用 Word， 每次改完发邮件来回传。后来 Google Docs 出来，大家直接在同一个文档里改，版本混乱的问题直接消失了。Figma 对设计工具做的是同样的事。Adobe 花50倍收入要买 Figma， 说明他非常清楚，如果这笔收购不成， Figma 会一直蚕食他的设计软件用户，直到有一天 Figma 的体量足够大，再收购就要花更多钱，甚至根本买不到。但收购最终没完成。2023年12月，欧盟监管机构认为这笔交易会造成垄断，调查迟迟没有结论。Adobe 和 Figma 都等不下去了，双方宣布放弃。Adobe 按合同条款赔了 Figma 10亿美元的分手费。Figma 拿着这10亿，转身开始准备自己上市。2025年7月31日 ，Figma 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交易，上市定价是每股33美元。第一天收盘，股价直接冲到115美元，涨了超过3倍，市值一度接近680亿美元。但故事没有就此结束，此后几个月，股价一路回落，到2026年初，股价已经跌到了20到30美元的区间，从高点算下来，跌幅超过了86%。这个走势你应该不陌生。上市第一天，散户蜂拥而入，把价格炒到天上，然后热情退去，基本面重新说话。股价回归到一个更能反映真实价值的位置。市场给出的担忧很多， AI 会取代设计师， Figma 的客户会减少，竞争加剧， Adobe 不会就此认输，高点估值过于离谱，就算跌了80%多也不一定便宜。这3个逻辑听起来都有道理，但我今天想逐一拆一拆，看看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市场情绪放大出来的恐慌。咱们先搞清楚 Figma 到底在卖什么。很多人以为 Figma 就是一个设计工具，设计师用的东西和普通人没关系。我觉得这个理解是片面的。Figma 真正在卖的东西是产品团队的协作基础设施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互联网公司做一款 App， 从想法到上线，中间要经过多少环节？产品经理要画原型图，告诉团队这个页面长什么样，按钮在哪里，点击之后跳转到哪里。设计师要把原型变成真正好看的视觉稿。工程师要看设计稿来写代码，要知道这个按钮是什么颜色，字体多大，间距多少。以前这套流程是割裂的，产品经理用一个工具画原型，设计师用 Sketch 或者 Photoshop 做视觉，工程师再用另外的工具量尺寸。每次传文件，每次版本更新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不断丢失，团队里总有人拿着过时的版本在工作。Figma 把这整个流程放进了一个平台，原型、视觉、开发、标注全在一个地方，所有人实时看到同一个版本。更关键的是 Figma 后来推出了一个叫 FigJam 的产品，这是一个在线白板工具，用来做头脑风暴、绘制流程图、团队讨论。这个东西不再局限于设计师，任何需要可视化思考和协作的团队都可以用。所以 Figma 卖的不只是设计工具，它在卖的是一个让产品团队不需要在10几个工具之间来回切换的统一工作空间。这个定位决定了它的用户不会只是设计师，它的潜在市场也不只是设计软件这一个赛道。收入结构数字比很多人想的要好看。
来看一下 Figma 的收入数字，我尽量讲的直白点。Figma 的商业模式是 SaaS 订阅制，简单说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收费，你买一个席位，每个月付钱继续用，停止付钱账号降级。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收入有可预期性，坏处是如果客户数量不增长，收入就会见顶。Figma 2024年的营收是 7.49 亿美元，到2025年第一季度，年化 ARR 已经超过了9亿美元。增速方面，从早期的每年 50% 到 60%， 降到了现在大约 40% 左右。但注意，这个 40% 放在一家接近10亿美元收入体量的公司身上，依然是相当强劲的数字。很多人看到增速放缓4个字就觉得公司要完，但放缓到 40% 和放缓到 5%，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更值得注意的一个数字是 NRR 净收入留存率，这个指标的意思是去年给你付钱的客户今年总共付了多少钱，把这个数字除以去年他们付的钱，得出来的比率就是 NRR。 如果 NRR 超过 100%， 说明你不需要拉新客户，光靠老客户扩张就能让收入增长。 Figma 的 NRR 长期维持在 110% 以上，最高时接近 150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 Figma 的客户进来之后会越用越多，会买更多席位，会开通更多功能，付的钱会越来越多。这在 SaaS 行业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信号，说明产品真的在解决问题，客户不想走。再看看客户结构，就是谁在用 Figma。Figma 的用户群体有一个独特的扩散路径，业内叫 PLG， 产品驱动增长。这种模式是这样运作的，不靠销售人员去推销，而是让产品本身变成传播的载体。一个设计师加入一家公司，他习惯用 Figma， 他就把同事拉进来用。一个创业团队，创始人在上一份工作用过 Figma， 新公司从第一天就从 Figma 开始建设计系统。一个乙方设计公司用 Figma 给客户提交方案，客户也要注册账号来查看，客户觉得好用，自己也开始用。这种传播不需要 Figma 主动推销，他的用户自己在帮他推销。结果是 Figma 拥有了大量免费用户，这些人是潜在的付费客户。等到他们所在的公司开始认真对待设计工作，或者团队人数增加到需要付费版功能的时候，转化就自然发生了。在企业级客户这头， Figma 的渗透率也很高，全球前100大科技公司里，大部分都在用 Figma。 这些大客户带来的是稳定的高价合同，而且大企业的合同续签率通常很高，因为换工具的成本太大了，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几百人的设计团队突然全部切换到另一个平台。这种用了就很难离开的特性，在商业上叫高切换成本，是很多成功的企业软件公司共同的护城河。现在来说，市场最担心的那件事， AI 会不会让 Figma 的业务消失？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AI 图像生成工具越来越强大，输入几行文字就能生成一张设计图，那还需要设计师吗？不需要设计师，还需要 Figma 吗？这个逻辑链条听起来完整，但中间有一个关键的断裂点。 AI 生成的是图像，而 Figma 处理的是可以被工程师直接使用的结构化设计数据。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好看是好看，但它不能直接告诉工程师这个按钮的圆角是8像素，这段文字的自重是 medium， 这两个元素之间的间距是16像素。设计图不是装饰品，它是工程实现的说明书，里面每一个参数都要精确，每一个组件都要有规范，版本要可以追踪，修改要能同步给整个团队。这些工作 AI 生成图像的工具目前做不到。更关键的是 Figma 不是在和 AI 对抗，它在把 AI 集成进来。 Figma 的 AI 功能现在可以帮助设计师做原型快速生成、自动排版建议、自动填充测试内容等工作。它在用 AI 让它的用户工作效率提高，而不是等着被 AI 替代。还有一个反直觉的逻辑值得想一想， AI 让做设计的门槛降低了，这反而可能让更多人和更多团队开始做设计，从而扩大 Figma 的潜在用户规模，而不是缩小它。以前一个小创业团队可能负担不起全职设计师，所以根本不用专业设计工具。现在有了 AI 辅助，一个没有设计背景的产品经理也能用 Figma 做出像样的原型。这个人以前根本不是 Figma 的目标用户，现在变成了。所以 AI 对 Figma 是威胁还是机会？至少目前来看，答案更倾向于机会。那 Adobe 这个对手怎么看？
Adobe 没有放弃和 Figma 竞争，收购失败之后 ，Adobe 推出了自己的协作设计工具，功能上对标 Figma，价格更便宜，还可以和现有的 Adobe 订阅捆绑。这个威胁是真实的。Adobe 在设计领域有几十年的品牌积累，有庞大的现有用户基础。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的用户本来就有向 Adobe 协作工具迁移的动力，因为不用换生态。但是这里有一个 Figma 的真正优势，经常被低估：设计工具的网络效应。Figma 上有大量的社区资源、模板、组件库、插件、教程，这些是用户多年积累的资产，它们只存在于 Figma 生态里。一个设计团队想迁移到 Adobe 的工具，他们不只是在迁移文件，他们在放弃所有他们在 Figma 社区里建立的工具链和工作流。Adobe 的竞品推出到现在 ，Figma 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，用户留存数据也没有崩坏的迹象。Adobe 能抢走一部分新用户，但已经在 Figma 里深度使用的团队迁移的动力是不足的。当然，这不代表 Adobe 的威胁可以永远忽略。如果 Adobe 把协作工具和 Adobe Creative Cloud 完全捆绑，大幅降价或者直接免费，这个竞争态势会变得更加复杂。这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风险。那估值这件事怎么看？ Figma 上市第一天被炒到$115，市值近680亿。那个时候的估值是没法用正常逻辑去分析的，就是纯粹的情绪溢价。现在股价回落到$20到$30区间，市值大幅缩水，这反而让估值这个问题变得值得认真讨论了。衡量 SaaS 公司估值通常用 PS 比，也就是市值除以年收入。Figma 2024年营收7.49亿，2025年 ARR 已经超过9亿。按当前股价区间对应的市值来算， PS 比已经从高点的天价水平降到了一个和同类公司相近的范围。当然，合理是一个相对的判断。Figma 的毛利率接近90%，这意味着它每收$1有将近9毛钱是毛利润。这个数字在 SaaS 行业里属于优秀，说明它的服务交付成本极低，规模扩张的边际成本也低。高毛利的公司理应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估值倍数，这不是泡沫，是基本面决定的。如果未来几年 Figma 能保持40%左右的收入增速，同时持续改善盈利能力，那么当前价格区间在3到5年的周期里是有逻辑支撑的。如果增速大幅下滑到个位数，或者 AI 竞争导致客户加速流失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咱们最后来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就是 Figma 的天花板在哪里？这是分析任何成长型公司都绕不开的问题。目前 Figma 的主要收入来自设计工具席位订阅，全球专业设计师大概有3000万到5000万人，这是它最直接的目标市场。但 Figma 的野心不止于此。FigJam 面向的是更广泛的知识工作者，任何需要视觉化协作的团队都是潜在用户。这个市场的规模要比设计软件大得多。Figma 还在往开发侧延伸，它推出了 Dev Mode， 让工程师可以直接在 Figma 里查看代码规范，提取开发所需的参数，减少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的沟通成本。如果这条路走通了， Figma 的席位订阅就不只是在卖给设计师，也在卖给工程师。它的每个企业客户里的潜在付费用户数量会翻倍。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 Figma 有没有可能成为整个产品开发流程的操作系统，从最初的想法白板到原型设计，到视觉稿，到开发交付，到用户测试，再到迭代。这整条链路如果都在 Figma 里完成， Figma 就不再只是一个设计工具，它变成了一个产品团队离不开的核心基础设施。这个路径现在还没有完全走通，但每一步 Figma 都在往这个方向走。最后，我来梳理一下今天讲的核心逻辑。Figma 是一家产品力很强的公司，它解决了真实存在的问题，有很高的客户粘性，有健康的收入增长。2024年营收7.49亿，2025年 ARR 超过9亿，增速仍在40%左右， NRR 超过110%，毛利率接近90%。每一个单独的数字拿出来，都不是一家要出问题的公司的样子。它面临的风险是真实的， AI 的长期冲击方向还不确定， Adobe 的竞争压力持续存在，从高点跌超70%的走势，说明市场情绪经历了从极度乐观到重新定价的完整周期。这个过程还没有宣告结束，但那笔黄掉的200亿收购，某种程度上给 Figma 做了一个独特的背书。
Adobe 愿意出200亿，是因为 Adobe 作为最了解设计软件行业的公司，认为 Figma 值这个价。这个判断不是来自外行的热情，是来自最懂这行的竞争对手的恐惧。竞争对手恐惧你，说明你在做正确的事情。现在 Figma 的股价在20到30美元之间，比上市第一天的高点低了80%多，但业务没有垮，收入没有减少，产品在继续迭代，用户还在增长。这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就值得买？我今天不给这个答案。投资决策需要你自己结合自己的判断和仓位来做，我只是把这家公司的逻辑讲清楚，让你有一个自己的分析框架。Figma 的故事里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，当初 Adobe 愿意花200亿买的那个价值，今天在20到30美元的股价里，到底有没有得到公平的定价？这个问题各位可以自己想一想。好，今天这期就到这里，我是美股坐标系，我们下期见。